好，我们来解开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也感觉到身处在2026年的今天呐，特别是在 AI 工具变得无所不在之后，那个资讯根本就像海啸一样，每天都在冲击我们。真的。一方面觉得哇超强大，另一方面又有点焦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驾驭这股力量。这种感觉太真实了。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跟大量的资讯，还有 AI 生成的内容互动，但很少有时间去想这一切对我们自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对，就好像一直在吃资讯的速食，却忘了品尝自己家里那种私房菜的味道。私房菜，说的真好。今天我们手上这一份资料就很像一份神秘的食谱，它是一篇学术论文，标题是以程颢思想与康德哲学的互解来初探反向哲学工程。哇，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那种放在图书馆最高层，大概没人会去碰的书。没错，光看标题就想让人直接放弃。但是我们发现里面藏着一个可能正是我们这个 AI 时代最需要的秘密武器，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当个侦探。这篇论文就是我们的案发现场。哈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些看似深奥的文字里找出这个武器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该怎么用它来为自己打造一份独一无二的 AI 时代生存地图。一个能帮我们找到自己私房菜的地图，听起来是个很棒的挑战。我们开始吧。好，那我们就来把它拆解开来看看。第一个线索就是这个关键词——反向哲学工程。哇，这听起来超硬核的，很像工程师在说的术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精准。你想想看，电脑的反向工程是什么？就是工程师拿到一个已经编译好的程式，他们把它拆开，反推回人类能看懂的那个原始码，对不对？对。目的就是要搞懂它内部的结构，还有它的运作逻辑。哦，所以不是只看结果，而是要把它拆解，还原它诞生的那个过程。就是这个意思。那哲学上的反向工程也是要做一样的事，要回到一个思想或文本它初始诞生的那个情境，去理解它背后的结构，而不是只看它表面的结论。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甚至有点颠覆性的前提。是什么？这个方法的第一步叫做肯定一切。等一下，肯定一切，这个前提听起来有点危险吧？如果一个观点它本身就是错的，或是有害的，我们也要先肯定它吗？这界限在哪里？你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这里的肯定不是说没有是非对错，而是要我们先暂停批判，避免立刻掉进那种不是黑就是白的二元对立陷阱。论文里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传统做研究常常像戴上一副红色眼镜去看世界，结果你写出来的报告全世界都是红色的。对。但反向工程是要求我们先放下自己的眼镜，试着去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又有红色、蓝色、绿色这么多不同颜色的眼睛，他们各自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我好像有点懂了，这让我想到，是不是就像跟一个很厉害的对手下棋？重点不是一上来就想着要怎么赢过他，而是先去理解他的棋路，欣赏他的布局。下完这盘棋之后，不管输赢，你们两个人的棋艺都一起进步了。这个比喻太棒了，这就是哲学家高达美说的视域融合。你不是要去征服对方，而是让你的视野跟对方的视野互相碰撞融合，最后你们共同达到了一个更高更宽广的境界。哇，这才是反向工程的真正目标。 OK， 所以反向工程是一种方法，一种让我们能更深入理解不同观点的工具。但这篇论文的重点似乎是说这个方法带来了知识论的转向，这又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更抽象了。没错，我们刚才聊的是方法，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这个方法会带来的心法转变。传统上我们问知识论，问的就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对。但这个问题有个隐藏的假设。什么假设？它假设了我们和世界是分开的，我们像个科学家，隔着一段距离，拿着显微镜在外面观察这个世界。但这篇论文引用了海德格的观点，认为我们搞错了。我们根本不是在外面，
我们人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跟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本身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完全可以这么说。然后这个小小的观念转变，会让接下来的问题变得完全不一样。问题就从我们能知道什么，变成了3个更深刻的提问。第一，我们过去是用什么样的哲学或框架把世界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第二，我们这样分割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以及最重要的第三，我们该如何重新整合这个被我们分割的世界？等一下，所以你说问题从我们能知道什么，变成了我们怎么去整合世界，这听起来已经不是单纯的知识问题，更像是一种人生哲学了。那这个哲学具体要怎么实践？它有给出步骤吗？这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也是跟 AI 最有关系的地方。论文提出了理解和整合知识的3个层次，或者说是3个境界。这就像是我们在这个资讯爆炸时代的升级打怪指南。好，我准备好了。第一层是什么？第一层叫做计量知识论，英文是 epistemetrics。这个词听起来复杂，但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 AI 模式。它用一个核心的演算法，或者说一个道理，论文里称之为理一，去贯通串联所有庞大的资料，也就是万里。它的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处理我们人类大脑无法负荷的资讯量。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想象？论文里举了一个完美的例子 ，AlphaFold。我知道。这个 AI 解决了困扰生物化学界长达50年的大难题——蛋白质折叠。它就是靠着强大的计算能力，从海量数据中找到了规律。这就是计量知识论力量的极致展现。更有趣的是，作者还跑去问了 AI， 就是 Gemini。AI 自己都回答说 ，AlphaFold 的成功本质上是认识论上的一次典范转移。哇 ，AI 自己承认了这点，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使用 ChatGPT、Copilot 的方式，其实都还停留在这个第一层，就是向 AI 索取这种被量化、被整理好的知识。没错，但论文也点出，这种知识是非本真的。非本真，意思就是它虽然强大，但少了点温度。它跟你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没有深刻的连接。说实话，我自己也常常只停留在第一层，每天被资讯轰炸，能快速得到答案就很不错了，哪有时间想那么多？我完全理解。那要怎么升级到第2层？人类超越机器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第2层，心性知识论 （epistemocardia）。心性知识论这个词好玄，所以你的意思是 AI 懂的是数据，而人懂的是故事跟感觉，是这个意思吗？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你抓到重点了。这个心性知识论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的品味和体证。AI 可以帮你整理全世界的食谱，告诉你米其林3星主厨的料理步骤，但只有你知道哪一道菜能让你尝到妈妈的味道。这种无法被量化、带有个人情感与记忆的知识，就是 AI 的盲区，也是我们身为人最珍贵的地方。我好像有点懂了。AI 可以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关于勇敢的定义和故事，但只有当我亲身为了保护某个人而做出一个勇敢的选择时，这个知识才真正内化成我的东西。这就是心性知识论吗？说得非常好，这就是从知道到做到，再到成为的过程。我记得我刚开始学写程式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计量知识，满脑子都是语法规则，非常冰冷。直到有一次，为了解决一个家里实际遇到的问题，我熬夜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小工具。当它成功运作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程式码才突然活了起来，变成了我自己的东西。那个感觉就是从第一层跳到第2层的感觉。这个经验很有共鸣，所以知识不只是储存在大脑里，而是要跟我们的生命经验发生化学反应。那还有第3层吗？最终的境界是什么？有，最终的目标是第3层，去中心化知识论 （epistemonetica）。去中心化听起来又更抽象了，这要怎么理解？你可以想象成一位经验老道的董仆师，他已经不需要食谱了，甚至也忘了自己年轻时学过什么刀工、什么火候。但只要你给他食材，他就能信手拈来，变出一周满汉全席。
知识已经不是他脑中的一个个档案，而是融入他血液和肌肉里的本能。这是一种无招胜有招的境界。对，论文里称之为一种无为法。当你彻底内化了知识，甚至可以忘掉那些刻意的框架时，你就达到了真正的智慧。哇！这时，知识就像一个无形的网络，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能自然地连接眼前的现实问题，也就是此岸，跟你生命中的终极意义，也就是彼岸，帮助你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所以，这整个从计量到心性，再到去中心化的框架，就是我们在这个 AI 时代的导航地图。可以这么说，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实践路径。那所以，这对一个每天要用 ChatGPT 写报告的上班族来说，具体该怎么应用？他要怎么从第一层进步到第二层？对，这正是我最想说的。我们该怎么做？关键就在于不要只把 AI 当作答案产生器，而是要把它当作对话的伙伴。当 AI 给你一份报告草稿时，你不能只是复制贴上，你要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反向工程来对待它。对 AI 的产出做反向工程，这要怎么操作？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AI 提供的这个观点，它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它引用了哪些资料，又忽略了哪些？如果换一个角度，它会不会写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里的哪一点触动了我自己的经验？哪个论述跟我内心的价值观产生了共鸣或冲突？所以重点不是害怕被 AI 取代，而是要主动的利用 AI 的计量知识作为素材，来锻炼和建构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心性知识论。正是如此，目标不是让 AI 取代我们思考，而是利用 AI 来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心与性，去反思、去整合，最终形塑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教资体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驾驭 AI， 而不是反过来被演算法所驾驭。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积极而且可以实际操作的视角。而且，论文甚至更大胆的展望，这个思路或许还能帮助我们打造出更好的 AI， 一个不只拥有计量知识，更能模拟心性知识，甚至以去中心化知识论为核心来运作的 AI。一个有智慧而不只是有知识的 AI， 那样的 AI 才可能真正成为协作全人类朝向智慧发展的伙伴，而不只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工具。没错。好，我们今天的侦探任务好像快要完成了。我们从这篇看似深奥的论文中找到了一个极其实用的工具——反向哲学工程。它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全新的知识论。一种能让我们在这个资讯爆炸时代站稳脚尖的深层哲学。它描绘出了一条知识的完整旅程，一个从学到觉的过程。是的，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旅程是从海量的数据，也就是计量知识论，走向深刻的个人洞见，心性知识论，最终达到圆融无碍的智慧，去中心化知识论。这条路AI 只能陪我们走第一段，后面两段得靠我们自己。而这也正是身为人的乐趣所在。说到这里，这篇论文的作者在最后将反向哲学工程比喻为一种诗性实用逻辑。这个词组合的很有意思，诗性、实用、逻辑。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一个由演算法和数据主导的时代，我们真正的核心能力到底是什么？对，那个能带领我们穿越迷雾、航向未来的最强大工具，会不会恰恰是一种诗性的思考方式，一种能够连接、整合并赋予意义的能力？这是一个留给我们所有人的大哉问。所以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带走的思考练习。这个星期，当你在接触到新的资讯，无论是读一篇文章，或看到 AI 生成的内容时，你能不能试着对它做一次小小的反向工程？不只是去知道它说了什么，而是去探寻它背后的意义，以及它如何能与你这个独特的生命产生真正的连结。
寒灯独影，明灭交以为雪能导航。雪海长茫，何处是归乡？一叶孤棹，随波飘荡，北斗是智囊。千山如云，格林风骚，图纸皆通。万川奔海，万叶曼妙，水台相公。吉祥虽有万千，法宝皆有三义，道路必然不同，万变不离其中。历番俗世寻常物，心无不二是人间宝，激励即兴，众里寻他千百度，即兴即力，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云淡风轻，山明水秀，本来风貌。粗茶淡饭，甜心月圆，自然美妙。有情无情共享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有为无为尽相忘，心里目里义里里里皆可盼。雪海依然苍茫，朝奔秋远，种子都可以行。世事纵然多变，拨云见日，明月总在故乡。